我妈病重，恶婆婆却拿着家里的存款不松手，扬言我妈救回来也是浪费钱，还不如把钱留给她大孙子。陈宏宇，那是救命钱，求求妈把钱给我，我妈还在手术室里。老婆，我妈说了，这钱不能给你，你妈现在这个情况救回来也是浪费钱，不如死了干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是人吗？里面躺着的可是生我养我的妈啊！反正我妈把卡藏起来了，这钱你别想拿到。你别走！老婆，我妈让你别哭了，别把家里的福气给哭没了。李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妈根本不可能会死，都是你害死了我妈。妈，我给您报仇了，我来陪您了。我没死，我不是跳楼了吗？苗苗，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夹菜呀！是妈做的不合你口味吗？这是李娟住进新房的第一天，我重生了。苗苗是南方人，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惯我做的北方菜。我让宏宇告诉他，要是实在吃不惯，就自己做2个南方菜，我好在一旁学着，以后天天做给他吃。他这么瘦，要是吃不好可不行。这是李娟的心声，怎么可能？她不是那个逼死我妈的恶婆婆吗？上一世，李娟搬进我的新家以后，就控制家里的一切，还以年轻人不懂得存钱为由，拿走了家里的财政大权。因为李娟不肯把钱给我，我妈明明进了急救室，却最后死在了医院。我为了给我妈报仇，一刀捅死了她，自己也跳楼了。老天爷让我重生，看来是连他也看不下去李娟的所作所为了。淼淼脸色这么难看，是我做的不合她心味吗？我早就提醒儿子，应该早点把淼淼喜欢的菜告诉我，我好学着做啊。现在弄成这样，淼淼不高兴了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真的能听到他的心声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的口味了？你先吃，我去冰箱拿饮料。他刚才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我妈说，你要是觉得她做的饭不好吃，你就自己做去，别在那儿摆脸色。李娟刚才在心声里是这个意思吗？她明明是说，我要是吃不惯就自己做，她好跟着学习一下。怎么到陈宏宇嘴里就变味儿了？我摆脸色？陈宏宇，我从坐下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，你就直接给我定罪了？突然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我妈脾气不好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别为了这么点小事就瞎胡闹，真惹我妈不高兴了，有你好受的。你妈脾气不好，陈宏宇合着我脾气好就活该被你数落。我脾气也不好，你今天第一天知道吗？这是怎么了，淼淼？是不是菜不合你胃口？你跟妈直说，喜欢吃什么你告诉妈，妈去学。我哪敢嫌弃啊？您老人家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嫌不好吃就自己做去。
别给您摆脸色。行，那以后我的饭我自己做，就不麻烦您老人家了。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我什么时候嫌弃过淼淼？儿子，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？是啊，妈，你不是说你做的菜要是真不合她口味，就让她自己去做吗？胡说八道！我说的是，淼淼是南方人，不一定吃得惯咱们北方菜。要是她真吃不惯，可以自己动手做2个菜，我正好在一旁跟着学习学习，以后好做给她吃，让她千万别因为吃不好不高兴。所以，李娟从一开始就没想为难我，这一切竟然全是因为陈红英在中间传错话导致的。难道我真的错怪李娟了？淼淼，陈宏宇这孩子说话没说清楚，你千万别生气。吃不惯这些菜，咱们就先点个外卖。原来是我传话传错了，老婆，我以为意思带到了就行了，你可别真生气啊。你这意思差远了，跟你爸一个样，连句话都传不明白。以前我给宏宇他奶奶买了件新衣服，特意叮嘱他爸去告诉老太太，让老人家别舍不得穿，别总搁在柜子里放坏了。结果你知道他爸是怎么跟他奶奶说的吗？他爸一张嘴就是李娟让你别穿你那身破烂衣服了，给你买了新的。他奶奶还以为我嫌弃他穿的寒碜，记恨我一辈子呢。妈，当着淼淼的面儿，你就别取笑我跟我爸了。老婆，你看误会都解开了，你就别再生气了吧。吃饭吧，没觉得不合口味。如果这些都是误会，那我刚才确实是错怪他了。可是上一世他攥着存款不肯救我妈的命，害得我妈死在医院这件事，这笔账我一定要算清楚。淼淼啊，怎么这会儿给妈打电话了？妈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带你去医院做一下全身检查。怎么好端端的想起做体检了？我身体好着呢，花那钱干啥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最近到了体检季了吗？大家都带家里老人去，你就当是让我买个安心，去做个全面检查我才放心。你呀，就是爱折腾。行行行，听你的，明天去。淼淼要出去啊？中午回不回来吃？今天晚上你想吃点啥？妈去菜市场买新鲜的。今天带我妈去做个全身体检，晚上吃什么都行，不用特意准备。行，那你快去忙，妈晚上多做2个硬菜，等你们回来吃。淼淼这孩子真孝顺，还知道带亲家去体检。我要是有这么个贴心的女儿就好了，也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叫亲家母一起来家里吃。上次见面还是婚礼上呢，都没好好聊聊。老婆，你带你妈去体检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只带你妈去，不带咱妈去呢？现在我妈在家里生气呢，觉得你只知道娘家，不在意她。奇怪，刚才李娟的心声根本没有生气的意思，怎么一转眼就变了？你说妈生气了？她亲口说的。是啊，现在在家里发脾气呢，还说你花钱省着点儿，晚上带你妈回家吃，别去外面霍霍钱。老婆，你也知道我妈脾气不好，她刚来我们家照顾我们，你就别惹她生气了。陈宏宇，你确定这些话真是咱妈说的？那还有假？我还能拿这种事骗你？行，你现在就把手机让你妈接听，有什么不满我直接问她。别了吧，你这脾气一问准得吵起来。老婆，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少说2句，别再惹我妈生气了好吗？行了，再开车，不跟你掰扯。晚上我带我妈回去吃饭，挂了。陈宏宇的话疑点越来越多，上一世那些让我恨之入骨的恶毒话，
真的是李娟亲口说的吗？发现的很及时，目前看还是早期，不用太担心，先保守治疗。只要病人心态放松，配合用药，能治好。瞧把你吓的，还得是我女儿有主见啊！要不是你非拉着我来体检，还真发现不了这疙瘩。这就叫因祸得福，能这么早查出来，说明你妈我命不该绝。妈，医生说只要按时吃药，心态好就没问题。你就在家好好歇着，晚饭我回那边吃，顺便处理点事儿。行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亲家久等。李娟，陈宏宇，我来找你们算账了。陈宏宇，我妈检查出了点情况，需要休息。今晚我不带她过去吃饭了，你跟你妈说一声，别做我妈那份饭，省得浪费。淼淼回来了，快，我得把眼泪憋回去，千万不能让她瞧出来。但我是真想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跟宏宇说我做的饭不配给他妈吃。淼淼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先坐下吃饭。妈，今天我带我妈体检的结果出来了，肺部长了个肿瘤，因为她需要静养，所以我今晚没带她过来吃饭。陈宏宇是怎么跟您说的？什么？亲家母长了肿瘤？严重不严重啊？用不用马上动手术？你手里钱够不够？不够你就直接开口问我要。这些年我攒了些钱，救命要紧啊！陈宏宇，你没跟妈说这件事儿。我这不是给忙忘了吗？我也是太担心咱妈的身体，这一着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说。忘了？你这副表情可不像是忘了。那你又是怎么跟妈解释？我今晚不带我妈回来吃饭的。我就说你今天不带你妈过来了，让咱妈少准备点饭菜，别白忙活了呀。陈宏宇，你是这么跟我说的吗？你明明告诉我，是淼淼嫌弃我做的饭菜上不了台面，根本不配给他妈吃，让我以后少在这儿瞎献殷勤。陈宏宇，你和你爸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传个话都能传出仇来，差点害得我误会了淼淼。原来从头到尾，李娟都没有不喜欢我，她甚至一直想跟我好好相处。那么，所有问题都出在陈宏宇这里了，真的只是传错话这么简单吗？不，只怕没那么简单。妈，你看你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一不小心说差了，你怎么还真往心里去了？淼淼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？是我嘴笨，说错话了。老婆，你千万别跟我计较。淼淼，别理他，你快跟妈说说，亲家母这病严重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家里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尽管跟妈开口。妈，您别太担心，我妈现在还是早期，发现的早，目前看并不严重，只要配合治疗就行。陈宏宇，这一世我好像才真正认识你。淼淼啊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可千万别憋在心里，跟自己过不去。宏宇这孩子打小就嘴欠，一杆子捅到底，根本不会转弯说话。这方面他真是随了他那个死鬼爹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想当年我跟他奶奶也闹得鸡飞狗跳，还不全是因为他爸在中间传话传得驴唇不对马舌。他们这些男人啊，天生就是粗线条，根本不理解咱女人的心思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这种缺心眼的玩意儿一般见识。
老婆，我妈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猪脑子。我发誓，我刚才真的只是没过脑子，绝对没有坏心眼。你要是还不解气，你现在就扇我一巴掌，或者冲我狠狠发一通火，只要你别把自己憋坏了，怎么惩罚我都行，好不好？别跟我生气了，行吗？不会说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陈宏宇能在百人竞争中入职大公司，在公司内混得风生水起，他会不懂说话的艺术。他在公司左右逢源的时候，舌头可比谁都灵光。这只能说明，上一世那些要把我逼疯，把我和李娟推向死局的话，全是他陈宏宇一个人的意思。他不是传话筒，他才是那个躲在幕后递刀子的凶手。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太可怕了！如果不是重活一世，如果不是能听到心声，我真的会被他这副憨厚老实的皮囊骗一辈子。一个男人竟然能对着同床共枕的老婆和怀胎10月的亲妈面不改色的演戏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陈大强、陈宏宇，这两父子简直是一脉相承的毒蛇。他们不是不会说话，而是太会利用不会说话这个借口来离间家里的女人，好让自己坐收渔翁之利。行了，这事儿翻篇了。陈宏宇，我也累了，不想跟你吵，但你记住了，以后跟你妈传话的时候带点脑子，别再乱说话，影响我和妈的感情了。老婆，你真大度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管好我这破嘴，绝对不让你和妈中间产生任何误会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有多少下作的手段没使出来。李娟，你又知不知道你的亲生儿子在背地里这么算计你？苗苗，这是妈刚炖好的乳鸽汤，补气的，你给你妈带过去，趁热喝。你自己也多喝点，看你最近瘦了。苗苗，等亲家母这疗程结束了，要是医生说行，咱带她出去旅个游吧。我之前看新闻说，得了癌症的人出去看看风景，心情一好，那病自己就给消了。咱不差那点钱，让你妈散散心，比啥药都管用。妈，谢谢你。苗苗，你天天往我这儿跑，你婆婆那边能没意见？妈，您就安心养病，我婆婆她挺支持我的。这副欲言又止、左右为难的鬼样子，简直和上一世他开口找我要工资卡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狐狸尾巴，终于又要藏不住了吗？老婆，你忙完了吗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老婆，你听见了吗？别不说话，我这心里挺没底的。说吧，怎么了？那个老婆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听完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也是为了咱家好。怎么？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吗？还是外面有人了？哪能啊！老婆，你这话扎死我了！我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天。是这样的，你看现在我妈也特意从老家过来照顾咱们了，忙里忙外的，这平日里买菜啊、添置东西啊，家里的开销总不能让我妈一个老太太自个儿掏养老金垫着吧？当然，妈辛苦了。这样，每个月我给5000块钱生活费，
另外再加8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，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。还是我老婆最好了，又体贴又大方，我妈准得高兴坏了。不过老婆，我妈还有个意思，她说咱俩还是年轻人，手里留不住钱，怕以后遇到急事没钱用，所以她提议，干脆咱们把工资卡都交给她，她帮咱们统一存起来，每个月她再给咱俩发点零花钱就行了。陈宏宇，你再说一遍，这是你妈的意思。老婆，我也知道这要求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，可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啊。你想想，咱平时除了吃喝拉撒，确实也没啥非花不可的大钱，交给她存着，以后都是咱孩子的。陈宏宇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妈现在是肺癌初期，天天都要吃药复查，以后随时可能要做手术。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，你让我把工资卡上交。老婆，你先消消气儿。我知道你妈生病你心里急，可医生不也说了吗？发现的早，目前不严重。她每个月不还有退休金吗？紧吧紧吧，肯定够用。再说了，我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决定的事儿，咱们全家谁敢说个不字儿？老婆，我这也是为你考虑。看到岳母病了，我这心里也害怕。我也怕我妈身体出毛病啊。现在咱们把钱交给她管，她心里舒坦了，高兴了，得病的概率不就小了吗？咱就当是花钱买老人一个心情好，这对我们不都有好处吗？陈宏宇这么处心积虑想要我的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他在外面养了人，还是欠了债？陈宏宇，你这话听着真新鲜啊！合着你的意思是，我不上交工资卡，你妈就会气出病来？我妈现在就躺在病床上，你拿你妈还没发生的病来威胁我？老婆，你先别激动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老人家嘛，图个心里踏实，咱顺着点她心情舒畅了，对她身体不也有好处吗？再说了，我妈那是外人嘛，她又不是真要贪咱这点钱，就是想帮我俩存着。等以后咱俩要买大件儿，或者是孩子上学，她肯定一股脑全给我们，这不比在我们手里乱花了强？你就当是为了我，成吗？老婆，你知道的，你跟我妈都是我心尖上的人，我最不希望看到你们俩闹得不愉快。你就委屈这一次，让我妈开心开心，成吗？是吗？行，既然妈这么想帮我们管钱，那我这个当儿媳妇的，总得当面表个态。我现在就去问问你妈，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，非要拿着我的工资卡干嘛？是不是连亲家母的救命钱也要扣下？老婆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这脾气怎么说上来就上来？有话咱好好说不行吗？做什么？你现在知道怕了？我倒是真想当面问问你妈到底什么意思。明明知道我妈生病了，她还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拿走我的工资卡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你这一嗓子下去，不是存心惹我妈生气吗？她要是听见了，这家里还待得下去吗？你妈，你嘴里除了你妈还有谁？那你妈顾及过我吗？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，刚结婚没几天就要把工资卡上交给婆婆的。前2天她不是还当着我的面说缺钱就尽管找她要吗？原来那都是哄着我玩的。闹了半天，她不仅一分不出，还惦记上我这点救命的工资了。祖宗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喊啊！万一把我妈喊过来，这事儿就真没法收场了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你要是不乐意，咱就不给，行吗？你千万别冲出去跟我妈吵。你要是真跟她闹翻了，我在中间真的没法做人。算我求你，我不
希望这个家散了，更不想看到你们俩闹矛盾。这件事交给我，等会儿我去跟我妈谈，我去拒绝她，行吗？哼，陈宏宇，你平时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妈说一不二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吗？现在倒有胆子了，你打算怎么去说？为了老婆你，刀山火海我也得闯啊！就算被我妈骂死，我也得把这事儿给挡回去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一定办得稳稳当当的，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演得真像，可他的收入虽然比我少点，但也是个小领导，一年也不少挣，怎么非要惦记我这张卡？陈宏宇，既然你喜欢演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藏着什么阴谋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看你最近挺累的，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那家蛋糕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太对劲啊。啊，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累了。这么多天，竟然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查到。他每天接送我上下班，体贴的就像变了个人。淼淼啊，你瞧宏宇这孩子最近是越来越懂事体贴了，妈看着心里都踏实。体贴，还是演技太深？工资卡那件事，我必须亲自试一试。儿媳妇，进门就要守规矩，这全家的工资卡必须上交给我这个当婆婆的管。哎呀，淼淼怎么突然看这种视频？这种不讲理的婆婆也太吓人了。她是不是在担心我会去要她的工资卡？难道是我最近哪里做的不好，还是宏宇那混小子又传错话了？最近我只想着怎么帮亲家母养身体，一个钱字都没敢提呀。他看着视频，莫不是在防着我？所以，李娟根本就没提过工资卡的事，从头到尾想要我的工资卡，甚至想断了我妈医药费的人，一直都是陈宏宇。他到底想拿着我的钱去干什么？老婆，你回来了。那个，我爸最近身体不好，想过来住2个月，正好有我妈照顾。等身体好点了就回去，绝不给咱们添麻烦。你没意见吧？既然爸身体不舒服，住下就是了。妈一个人照顾2个人的伙食，辛苦点。你看看你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。苗苗啊，爸知道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，咱家这些年啊都是他妈在管，难免他这性子有些任性，脾气也大。要是他平时说话重了，委屈你了，你看在爸的面子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又是一个当和事佬的，这父子俩说话的逻辑怎么一模一样？你是不是老年痴呆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儿媳妇儿，你瞧见了吧？你婆婆这人啊，心不坏，就是脾气太臭，谁也说不得。我们这些年啊，一家人都让着她，宠着她，早就习惯了。你别介意哈，她就那德行。这些话，上辈子我听了无数遍，也深信不疑了无数遍。那时候我觉得公公和陈洪天真不容易，摊上这么个喜怒无常的恶婆婆。淼淼最近气色好多了，是不是亲家母那边情况稳定了？回头我得去老中医那儿再抓点补气血的药，等淼淼回来给她熬上。这孩子太要强，总是不舍得喊累。她根本不是在耍威风，她只是不擅长表达。而她那个看似温和的丈夫和贴心的儿子，
竟然每天都在背地里往他头上扣脾气大的屎盆子。你们怎么还没吃？哎呀，淼淼，你怎么脸色这么白啊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走走走，我先扶你回房间躺着。陈宏宇，你干什么？我没不舒服，对对对，身体要紧，不舒服就先回房间休息，别在这儿撑着了，没事的，这儿有我们呢。陈宏宇，你发什么疯？妈在这等着呢，我还没解释。你还解释什么呀？你今天回来晚了，我妈正生气呢。你先回房间，等我和爸把她哄好了，你再出来，听见没？我自问对淼淼这孩子已经很好了，家里家外一把抓，她到底还有哪里不满足呢？我在这个家天不亮就做饭打扫卫生，说句不好听的，那就是个不拿钱的保姆。可她倒好，竟然觉得我和老头子白吃白住，非要让我们交房租水电。为了逼我们交钱，竟然故意不回来吃饭，连消息也不发，这就是在变相抗议呀！实在不行，我跟老头子回家吧。可是儿子说他们俩根本没办法照顾自己。不然，真的给他房租？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？交房租？我什么时候提过房租的事？陈红颜背着我和他说了什么？妈，你看着我，我今天下午带我妈去医院做肺部复查，情况复杂。我特意给陈宏宇发了微信，让他务必告诉你我晚上不回来吃饭，让你们别等我。陈宏宇，我下午发的消息你收到了吗？我让你告诉妈的话，你到底说了没有？那个，我给忙忘了，真的，单位事儿多，我这一转头就给忘了。知道了，既然是误会，那我就把饭热一下，咱们吃饭吧。原来不是故意不回来吃饭啊！宏宇这孩子也是，这种大事儿竟然也能忘，搞得我和老头子还以为这是他为了要房租的手段呢。住自己儿子家，起早贪黑照顾夫妻俩，末了还要交房租，这上哪儿说理去？你疯了！刚才不是叫你赶紧回房间躲着吗？你非要把话挑明了干什么？我妈那脾气你不知道啊，属炮仗的，这一会儿火上来了，说不定就得冲你发疯。你赶紧给我上楼待着，这儿有我和爸顶着，你别在这添乱行不行？是啊，淼淼，你婆婆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等我和红玉把她哄好了，明天就没事了。你现在待这儿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哄好，恐怕是想趁我不在继续编排我吧。陈宏宇，你藏的可真够深的，连私家侦探都查不出问题。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既然你两头骗，那我就把这层纸当面捅破。妈，陈宏宇跟我说，您觉得我们年轻人存不住钱，想要让我们把工资卡都交给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什么？你们的工资卡交给我做什么？我一把年纪了，拿你们的钱干嘛？妈，陈宏宇亲口跟我说，您觉得我们年轻人存不住钱，要我们把钱都交给你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丧良心的话？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手心朝上问儿女要钱，我拿你们的工资卡干什么？明明宏宇跟我说，是你嫌弃我们老两口在这儿白吃白住，非让我们每个月给你交房租水电费。房租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
我还说您在家里辛苦，平时每个月给您5000做家里的生活开销，另外再给您8000的零花钱。可陈洪天说这些钱根本不够，说您非要我们上交全额工资卡才肯罢休。妈，你也知道我妈现在病着，我的工资卡那都是她的救命钱，所以我才没同意。陈宏宇，你给我滚过来！怎么了，妈？怎么发这么大火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亲口跟淼淼说，我要你们把工资卡都交给我的？陈宏宇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有说过这种丧尽天良的话吗？妈，我也许是理解错了，事情一多，这嘴一秃噜，可能我就给忘了当时咋说的了。忘了？这种事儿你都能忘？淼淼妈还病着，你却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要她的救命钱，你这是要把你妈往死路上逼呀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我李娟成什么人了？这不就是妥妥的要钱不要命的恶婆婆吗？不对，就是亲家母好好的，我也断没有拿儿媳妇工资卡的道理，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。你现在这么一通胡编乱造，你让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对淼淼？老婆，你消消气儿，儿子也是一时糊涂，你总是这么生气，万一气坏了身体，那受罪的不还是你自己吗？我总是生气，还不是被你这个好儿子给活生生气出来的？他这是要毁了这个家，毁了我！儿子，你这事儿办得确实糊涂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着你妈的面，赶紧说清楚，别让你妈受这种冤枉气。妈，您是不是忘了？就上次咱们全家在客厅聊天的时候，您还搁那感叹呢。您说现在年轻人啊，花钱都没个定数，大手大脚的，结婚这么久了，根本存不住半个子儿。您当时还数落我，说我不像你们年轻那会儿，1分钱掰成2半花，所以你们才能省出钱来把家给立起来。我这一听，琢磨着，您这意思不就是嫌咱们不会管钱，想帮我们把关吗？你少给我偷换概念！我那天是看着你又买游戏机才随口念叨2句，我是让你自己长点心，结婚了该省的省。可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拿你们俩的工资卡了？我一个老太婆拿儿媳妇的钱，那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妈，您快坐下顺顺气，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。妈，原来您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天爷呀，我还真以为您是想让我们把工资都交上去统一调配呢。你长脑子是干什么使的？我那是说你花钱大手大脚，劝你少花一点。既然结了婚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也好给淼淼减轻点压力，毕竟亲家母还病着呢。让你学学我跟你爸年轻的时候怎么省钱的，才能把日子过起来。你倒好，竟然敢让淼淼把救命的工资卡交给我，你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淼淼，妈就算是穷死饿死，也断然没有惦记你工资卡的道理。那些钱是你辛辛苦苦挣的，是你妈的救命钱，你自己拿着。还好淼淼你来问我了，要是你一直憋在心里不吭声，咱这婆媳关系迟早得毁了。妈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恶婆婆，淼淼你一定要信妈啊！好，工资卡的事儿算你听差了。那你能不能当着妈的面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要跟她说我要收她和爸的房租？对呀，我就说淼淼看着不像是那种人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淼淼嫌弃我和你爸白吃白住，非让我们交房租，不然就让我们滚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老婆，你真没说过吗？我怎么记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最近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全靠妈在家里帮着做家务做饭，不然我哪里有精力去医院陪护？我感激妈还来不及，我疯了却要她的房租。我明明跟你说，妈辛苦了，每个月除了生活费，还要额外给妈8000块零花钱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传的话？你把我的感激变成了要挟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
我真的忘了，我这脑子可能是最近加班加坏了，我怎么模模糊糊记得你提过一嘴呢？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吗？哎呀，我是真的记不清了。肯定是你记错了啊！你这孩子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你看你做的这些荒唐事儿，这不是硬生生让你妈和你媳妇儿产生误会吗？你这是要拆了这个家呀！妈，老婆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张臭嘴，我这猪脑子，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这事儿都赖我，我跟你们郑重道歉，好吗？你们打我骂我都行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你呀你，真是个讨债鬼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句记错了，差点让淼淼误会死我。我要是真落个要工资卡的名声，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搁？淼淼，你千万别生气。宏宇这孩子打小就不会说话，总是词不达意的，但他肯定不是有心的。以后啊，妈有什么话直接跟你说，再也不让他传这个话了，免得他在中间又出什么幺蛾子，让你误会了妈。既然是误会，说开了就好。陈宏宇，我也希望真的是你理解错了，是误会就好。我还以为是你想要把钱拿去做什么坏事呢。老婆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可能做什么坏事儿？就是我理解错了我妈的意思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绕过我这一次吧，以后我一定谨言慎行。你看看你，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。行了，既然是误会，说开了就好。儿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在这个家里就是连接我和淼淼的脊梁，你这根脊梁要是不能传递好消息，我和淼淼的关系就毁了。你呀，就跟你爸一个样，嘴笨脑子僵，连句像样的话都理解不清楚。想当年我跟你奶奶闹得鸡飞狗跳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爸这人成天在中间传些离谱的话惹的祸。老婆，你也知道我人笨，真不是故意的，你放心，我自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。这两个人演得真好，他们到底有什么谋划？这背后又有什么阴谋？妈，我去洗个澡，折腾一天，身上全是医院的味儿。快去吧，洗完正好热菜出锅，咱好好吃顿饭。上次陈宏宇就没传好话，我明明知道他的毛病，却还是没直接给李娟打个电话，害得他们老两口等了我几个小时。我得下楼去给他们道个歉。这小不就没有我这儿？现在他们俩都把话说清楚了，以后我想再找借口让他把工资卡交出来，可就难如登天了。你个废物，我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就没把你老婆给哄住呢？这种事儿你怎么能让她直接去找你妈对账？他们俩只要一对上嘴，你编的那些瞎话不全露了底吗？所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会，也不是什么记错了，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。你竟然真的想要骗走我的救命钱！我怎么知道？之前都跟他说的好好的，问题我来解决。我这几天故意装憔悴，就是等他心疼，等他问我，我好顺水推舟说是我妈一直问我。结果呢，他根本没发现我不对劲儿，直接跳过我去找我妈对峙了。这就泄气了？我教过你多少次？记住了，在这个家里，只有你妈和你老婆的关系差了，咱男人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坦。你妈心疼你，怕你在媳妇儿面前抬不起头，她就会把所有钱拿来补贴你。你老婆心疼你，会主动把钱交出来。你爸我就是这么过来的，你看我过得多滋润。女人嘛，其实最好骗了，只要你平时嘴甜一点，说点好听的哄着，表现得比谁都体贴，她立马就心软了。这些年你妈为什么对我死心塌地，不就是觉得我是好男人吗？所以不管我怎么折腾，她为了我什么苦都能忍，什么委屈都能吞。以前你奶奶还在的时候，全家的钱都在我手里，因为我让你奶奶觉得你妈是个败家精，又让你妈觉得你奶奶是个铁公鸡。结果呢，你妈为了让我宽心交工资，你奶奶还偷偷给我塞私房钱。这些年要不是他们婆媳俩的关系这么差，你爹我能过上这种说一不二的舒坦日子？我当然知道，
从小到大我不都跟你学着的吗？可是现在淼淼什么事都自己去找我妈对峙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哄啊！你先哄着，你妈那边我也哄着。等他们放松警惕了，你就跟你老婆说，今天你承认是你理解错了你妈的意思，是为了不让你妈难看。你妈就是要你们上交工资，只是被她质问放不下脸来承认。到时候你爸我再给你做个证不就行了？还得是你啊，爸！姜果然还是老的辣。这一招回马枪使出来，齐淼淼绝对跑不出咱们的手掌心。学着点吧，记住了，女人就是用来平衡的。到时候你妈和你老婆的钱都在你手里，好日子不就来了？只要他们互相看不顺眼，就会讨好你，让你站在他那边。到时候你在两边忽悠，有的是你的好日子过。其实工资卡现在要确实着急了，你跟你老婆关系还没有那么坚定。只是啊，他那个妈竟然生病了，那他的钱都给他妈治病了，那可都是你的钱，最好尽快拿回来。确实，这个家的钱都是我的，拿去给他妈治病算什么事儿？就算是他妈死了，也不该花我的钱。对，就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儿子啊，你得快点哄好你老婆。冷静，里面是2个丧心病狂的男人，现在撕破脸，他们万一动手，我根本逃不掉，简直可笑。我之前还怀疑他在外面养了人，原来根本不是，他们只是单纯的坏，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自私。这种恶心的行为居然还是家传的，原来上一世我根本就报错了仇。李娟和我一样，都是被这对恶心的父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可怜人。陈宏宇、陈大强，你们的计划注定要落空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老婆，怎么突然收拾起行李了？今天的事情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？那就是个误会，你怎么还动真格的了？你这是要做什么啊？陈宏宇，我没跟你置气，是今天我妈复查的结果不太好，医生说病情有点恶化了，她现在心情很差，我打算这几天搬过去陪陪她，照顾她，也好让她有信心坚持接下来的治疗。好好的怎么就恶化了？严重吗？老婆，你一个人照顾太累了，要不我也收拾一下，陪你一起去吧，我也好尽尽孝。不用了，今天大闹一场，妈心里肯定还不痛快呢。你就留在家里，替我好好陪陪妈。我妈那边我一个人能行。淼淼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大晚上的提着箱子，是不是妈刚才说话重了，伤着你了？你别走啊！妈，我妈那边病情有点反复，我这几天得搬过去贴身守着，不是跟您生气。妈，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事，只要是关于我的，您直接给我打电话就成，别再让陈宏宇在中间传来传去了，咱们娘俩直接说，免得再闹出今天这种寒心的误会。老婆，你看你又提这茬儿，妈您别多想，我以后一定注意，一定注意。淼淼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回来多陪陪你不好吗？少来，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做事冲动的性格，现在你婆婆公公都在你那儿住着，你自己拉着行李回娘家，就不怕他们误会？告诉妈妈，你是不是受欺负了？妈妈给你撑腰去。妈，别去，我真没受那种气。妈，确实是出事了，陈宏宇这人不能要了，这婚我肯定得离，但我需要您帮我演一场戏，咱们得让他自食其果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？要妈怎么做，你只管开口。这俩父子真是可恶啊！陈宏宇他那是吃着他妈吸着老婆，还要把两边都耍得团团转。我说呢，难怪当初我去打听他们家的关系，都说你婆婆是出了名的不好对付。现在看来，丽娟那是被这爷俩给害惨了。我原本还一直提心吊胆，怕你跟你婆婆出不来受气，
现在总算是看明白了，合着所有的坏水全都是那陈宏宇和他爸在中间作梗。妈，别生气。喂，静静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宏宇，我妈情况突然恶化了，医生说得赶紧住院治疗，可我手头的钱不太够，私立医院开销太大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老婆，你别急，钱的事儿我想办法。妈住院是大事儿，我这就和爸过去看你们，保证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你等我。妈，您这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是啊，亲家，听宏宇说你病重了，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医生说已经扩散了，现在呼吸困难，每天光氧气和进口药就要好几千，如果不持续注药，可能连这个月都撑不过去。老公，我妈的养老金都花完了，我这些年的存款也花完了，你这些年应该还有存款吧？结婚的时候我也没要彩礼，现在你能不能帮我补一下我妈的药费？苗苗，妈，不是我不想帮你们，只是你们也知道的，我妈管我管得严，平时也不让我乱花钱。上次买个游戏机被我妈说了以后，她就把我的工资卡拿走了，我根本就没钱啊。怎么可能？上次不是说清楚了吗？而且妈说过，我妈治病需要钱，她会帮忙的。苗苗，这事儿我本来都不好意思跟你说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其实上次是孩子他妈被你当场质问抹不开脸，所以才硬要儿子说是他理解错了意思的。儿子的工资卡还有我的退休金都在他手里。我这个老婆啊，别的都好，就是性格太要强，家里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。钱这种东西自然是要他掌管的。上次苗苗你的工资没有上交，最近他还在跟儿子发脾气呢。苗苗你不在家，你是不清楚。既然你们都说妈拿着钱，那我就打电话求她，我跪下来求她借钱给我救命，成吗？这可是事关我妈的生死啊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苗苗，别冲动，这电话你千万不能打。你要是打了，我妈估计还以为你惦记她钱呢。还是我来吧，我说的话说不定能有点用。演得真像。你等着，我这就跟我爸出去想办法。苗苗，你在这等我的好消息，我一定把钱求回来。怎么就严重到这种地步了？老太婆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这时候要钱。现在好了，齐苗苗攒的那点钱全砸进去了，我的钱可绝对不能再砸进去了，一分都不行。当然不能给，你得尽快逼他把工资卡交出来，就告诉你老婆，这全是你妈的意思。你就说你妈心疼钱，她不放心齐苗苗，然后跟她说，要么把工资上交，要么就直接离婚。趁着齐苗苗现在最无助、最脆弱的时候，你再使劲哄她几句。他妈都那样了，根本就不值得花钱治病了，她肯定能听你的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哼，怎么不行？当年你外婆住院，我就是使了这一招，不仅成功拿走了你妈的钱，还让你妈怨恨了你奶奶大半辈子。后来还是你舅舅掏钱治好了你外婆的病，你妈才没那么恨你奶奶了。行，待会儿一进屋，我就按您说的跟齐淼淼摊牌。可万一齐淼淼那个倔脾气上来，非要找我妈问清楚怎么办？怕啥？等会儿你进屋，先装出一副尽了力的样子，安抚她。我这边赶紧回家把你妈带走。只要让你老婆找不着人，她去哪里对峙？等他们娘俩断了联系，你就借你妈的名义威逼利诱，这工资卡不就到手了吗？你想想，
现在他妈眼看着就要咽气了，他可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反正这坏人全让你妈当了，到时候齐淼淼恨的也是你妈。你再偷偷给他塞点钱，装装好人，到那时候，他保准对你死心塌地，还得反过来感激你呢。就相信你爸我吧。淼淼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咱妈。我刚才跟我妈把嘴皮子都磨破了，我甚至都给她跪下了。可她心怎么就能那么狠啊？我妈她说你妈这病就是个无底洞，她说你妈这病就算治好了也是浪费钱，没必要花她以后孙子的钱。老婆，我妈还说要你把工资卡上交给她，她才放心，不然就要我们离婚。她说你的钱也应该给以后的孩子用，而不是用在你妈这样没什么希望的病上。陈宏宇，你摸着良心再说一遍，这些混账话真的是你亲妈亲口说的？淼淼啊，这是我们老陈家对不住你呀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一直都是宏宇他妈说了算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也拿我妈没办法。这几千块钱是我偷偷攒的私房钱，你先拿着，给咱妈应应急。你就把工资卡交上去吧，咱们还得过日子不是吗？难道你真想看着咱们家散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丧良心的话？我什么时候要过淼淼的工资卡？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吗？我要是不在这儿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，我亲手拉扯大的儿子和我伺候了几十年的男人，背地里是这么编排我的。反正一切都推到你妈身上，到时候齐淼淼恨的也是你妈。就算是他妈死了，也不该花我的钱。当年你外婆住院，我就是用的这招，拿走了你妈的工资卡。陈大强，你还是人吗？整整30年啊！因为那件事儿，我到现在都没脸跟娘家联系。我憋屈了一辈子，怨恨了你妈一辈子，可我为了你还是忍下来了。结果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姓陈的，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？李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，居然要跟我离婚？你也不嫌丢人？为了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就要拆了整个家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妈，您这说的是什么傻话呀？我爸那就是为了保住家里的钱，出发点不也是为了咱家好吗？您这么大年纪闹离婚，这让同事们怎么看我呀？您别闹了行吗？陈宏宇，你先别操心你爸妈了，你听好了，我也要跟你离婚。齐淼淼，你是不是也疯了？你妈马上就要死了，在这个世上，你唯一的亲人就剩我了。离了婚，谁给你妈送终？谁给你撑腰？你居然要跟我离婚！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！你才要死了！你们父子俩这么缺德的人才该死！老娘活得好好的，那是故意演戏给你们看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婚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妈，你没事儿？谁是你妈？我可生不出你这种不要脸、没底线的脏东西！赶紧滚去离婚！不离婚你就给我等着，看我不告诉你这个诈骗犯！告我？这顶多算是家务事儿，法院管得着吗？只要我认定咱们夫妻感情没破裂，我不同意离，法院大概率不会判离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想离婚，下辈子吧。不离也行啊，陈宏宇。那你就做好工作不保的准备吧。我会把你跟你爸干的这些事儿到你公司宣传。不离婚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齐淼淼，你疯了吗？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要是没了工作，毁了前途，你也别想好过。
咱们是夫妻，我身败名裂了，你脸上有光吗？我女儿就算一辈子不工作，我也养得起。可你们父子俩这种吸血的蛀虫就不一定了。陈宏宇，你要是不离婚，明天一早我就去你公司闹个天翻地覆，看看到底是谁先等不起。陈大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离婚！我要跟你离婚！你这辈子骗了我多少，我都要你还回来！别发，戚苗苗，你别发，我离还不行吗？求你给我留条活路。老子就是死也不离！你生是老陈家的人，死是老陈家的鬼！随你的便，姓陈的，你不离，那我就起诉。既然这么喜欢演，那就让全社会都当你们的观众。陈宏宇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收拾东西走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处在通话中。干啥的？这屋我刚从李娟大姐手里租进来的，签了10年合同，租金早付清了。再搁这晃悠，小心你们的腿！妈，医生说了，您现在的指标比年轻人都好，只要保持着心态，咱们长命百岁绝对没问题。淼淼啊，经了这一遭，妈也想开了。其实这人啊，不结婚也挺好的。你看妈，自从你爸去世后，我一个人拉扯你长大，虽然累点儿，但心里清静，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烂事儿。妈，我都明白，我现在啊，只爱我自己，只爱您。至于再找个人过日子，那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。这辈子咱们娘俩好好的就行。淼淼，这么巧呀，正好我刚干完一单呢。妈，哦不，娟姨，看您过得红火，我打心眼里替您高兴。都怪你，非要教我什么离间计！现在我工作没了，老婆跑了，连家都没了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是你自己没本事哄住女人。据说陈宏宇跟他爸过得挺惨的，但是这跟我没啥关系了。